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8日上午的12点2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随着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在早7点的开盘呢，我们看到行情急转直下啊。首先呢，我们看到一根阴线出现之后道指的下跌引发了比特币在7点整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行动作啊。那么为什么这轮行情我判断本周这个时间节点美股要和比特币要出现下行动作呢？原因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道指本身呢在这轮行情当中在周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什么动作呢？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观察到上一周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根单独的独立的 K 线，但是呢我们在行情当中会认为单独的独立于周线级别上涨的一根 K 线往往是谎骗性 K 线。这种 K 线呢在我们前面的下跌当中会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出现了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经历反弹过后单独出现了周线级别的这一根 K 线呢是有别于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外的一根 K 线但是行情经历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发生了反弹反弹形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反弹行情总是在这种多空方向切换的过程当中在运转的。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观察到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多出来这一根，我认为它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从去年21年的5月份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到达这里呢行情在这里面是有压力的。所以呢行情在本周一开盘我们看到了道指出现了一个道指的盘前合约出现了一个在分时上的快速下行动作。那么这意味着本周的行情对于道指本身来说有可能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并且这个下跌呢有可能持续下去会形成什么结果呢？会最终回到我们的下跌通道上来，并且出现一个急速的对称于21年5月份的20年2月份的这波高速的下跌最终呢形成一个平行式的对称的下跌形态这会引发比特币快速下杀。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然后呢我说一下现在这个比特币小日线的行情目前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虽然经历的比较长，这个时间大概是超过了半个月虽然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依然是小日线级别的震荡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再次验证了我的说法行情再次验证了我的说法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个群友包括 Telegram 群、VIP 群，还有这个微信的读者群大家伙都会认为你这个观点又对了，但是很多人没有跟上原因是他很多人都会对你的这个观点产生怀疑，特别是在行情更多的震荡、更多的缠绕当中都会对你的观点产生特别多的怀疑。但是无所谓因为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独自研发出来的历经了整轮牛熊，然后找到了一些非常适应比特币的一些方式方法、解盘的方法，所以呢最终总结出来的这个 K 线西游战法它包括西游战法、4象战法，还有这个64卦战法都是非常好的实战上的东西。所以呢行情到这个位置上再次在小日线这个级别上对我的讲法对我的说法得到验证丝毫不稀奇。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呢，最终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走出来之后意味着很快行情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低的低点出现最终呢会验证我的下一个说法，就是目前行情当中已经在11月8日走出了悟空阴线，然后11月9日走出八节阴线八节阴线走出来之后，我认为行情会出现一个小时线的震荡然后小时线的震荡方式呢，我们看到了首先它反弹了16%然后再反弹8%，
达到一个新低之后再次发生反弹，随着4次波谷的出现，我们后面的行情会看行情会出现一个新的低点，并且走出一个沙僧阴线，然后是唐僧阴线，最终呢，在这轮行情当中随着144均线和169均线的走低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完之后呢，我们在行情当中会逐渐的发现11月7日的这根周线级别的阴线呢，叫悟空阴线，后面的行情当中会有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本轮的第3轮次的下跌。第3轮次下跌，我们的目标点位是$10,500附近首先呢，第一轮次的下跌呢，我们看是$69,000到达$33,000为什么说到达$33,000呢？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筹码的一个第4次波谷，日线级别第4次波谷的一个平台期，这是第一轮次的下跌那么33000到17605这是第2轮次的下跌这轮次下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反弹的痛苦和下跌的这个很多人没有参与的过程然后反复缠绕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目前行情正在第3轮次的熊市的第3轮次的下跌也就是说从$20,000到15487这是一个中继的过程接下来还会有周线级别的8戒沙僧唐僧最终会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那么在现在的这样的行情当中呢，我认为它的反弹的动能是逐渐的衰弱的我们看到了它的每一次反弹都是逐渐衰弱，并且它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第一轮16第二轮8，第3轮也是8%，8%震荡之后随即快速下行。这个中间呢，虽然美股出现了快速的反弹，但是比特币完全没有跟随美股甚至周线级别的+1的反弹周线级别加一个悟空阳线嘛周线级别+1的反弹，但是比特币它的反弹时间级别仅仅是小日线的所以呢，本轮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是非常弱势的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你如果布局空单的话，可以这样布局可以在追击的过程当中进行布局比如说跌破15500之后出现新低之后进行追击，因为目前它的反弹动能不足。然后如果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布局的话，我认为你做小日线级别就可以。小日线级别目前上的压力位主要是在$16,400附近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小时线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缠绕的互相缠绕的纠结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如果行情出现一个反弹回补这个早7点的这根阴线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就是反弹当中的布局空单。那么行情整体上我们刚才讲了周线级别、日线级别上都处于一个下跌趋势那么你进场的话，寻找位置的话主要在这个小日线级别上非常重要的压力线附近布局。那么行情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在小日线级别上寻找位置进场之后呢，还是要分仓进场每一个仓位呢都是要找一个合理的止损的位置，并且呢，我更多的建议在这种持续下跌的过程当中降低自己的杠杆倍数3到5倍即可，不要因为贪心搞10倍以上杠杆，然后最终爆仓损失掉自己的本金这样呢，后面的行情，后面的持续下跌行情对你的空单来说就完全和你没有关系。你最重要的和行情的联系是你的仓位和你的本金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建议大家伙控制心态控制自己，最终呢都能够在这轮行情的下跌过程当中获得到达$10,500的这些利润然后呢，在12月中旬，我认为行情会慢慢的找到一个相对低点的位置，然后我们开始布局现货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在做这个空单。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看到以太坊的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的反弹过程主要是因为0.068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哪儿来的呢？我们看到是牛市行情当中啊，去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这个0.068形成了支撑，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它逐渐接近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离我们非常近，就是10月底10月31号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今天我们观察到啊，以太坊的弱势的原因，主要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出现了一个走弱啊，原因是它顶到了这个压力位附近啊，开始回落。那么它的回落的目标位呢，我们看到重新回到0.068啊0.068，然后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并且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呢，目前我们仍然在这个悟空阴线这个位置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啊，也就是说这个9月12日这个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所以后面的震荡呢，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 K 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接下来的行情会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轮下跌呢，会平行于5到6月份的周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是极度的看空以太坊的，以太坊的下跌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并且在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我们看到了目前行情重新反弹之后顶到这个狩猎三角形上边线，然后重新出现了一个非常小幅的回落但是它的反弹过程让我们很多空军都瑟瑟发抖，这个无所谓我们在行情当中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明显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在这最近一系列的课程当中讲过了就是5月份波峰连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压力，你一定要知道行情糖是从哪儿甜的盐是从哪儿咸的5月份这条压力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行情依然处在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在这个震荡当中，我们观察到了已经走出了4次等位置波谷大概位置是在$1100附近1、2、3然后后面的这两个是连续的连着的之后，我们归类为一个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呢，并且逐渐的接近收敛三角形的焦点在接近的过程当中，变盘的概率逐渐增大然后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在11月8日出现了悟空阴线，后面就有8节阴线。那么我们现在处在8节阴线的震荡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后面的8节主阴线的后面的 K 线呢，我们认为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判断。那么接下来行情可能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后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正在走悟空阴线之后的8节阴线组，然后当前时间点是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唐僧阴线呢这个沙僧阴线我更正一下，目前处在这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上一周行情和这3周的行情当中围绕着沙僧阴线组出现了更多的震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会走一个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完之后，会走完本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会形成平行于今年4到6月份的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以太坊的下跌速度就会加快，最终呢到达我们给出的很多人认为不现实，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就是$260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昨天提示你要看清楚各时间级别的压力然后进行补仓你的空单。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的压力呢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是跌破了，变成支撑了。那么4小时级别的一个重要的压力线呢，是在$1280到$1300这个区间这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给出来的那么你就可以在4小时级别$1300昨天说的在$1300附近进行补仓补仓原因就是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系统在这块压着然后呢，我们看日线级别的压力线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你补仓的这个位置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就不做考虑。那么结合当前的一个结构很快呢就会发生变盘大家耐心等待，特别是当前的这个时间点已经到达11月28日了，我们给出的一个低点的出现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2月中旬，也就是12月15日前后，所以呢
你和行情发生联系的动作呢，也应该做一些了啊，就是你应该有一些低倍的控制仓位的设置止损之后的空单在场内了啊。对于这个我们更看空一些的以太坊来说啊，原因就是以太坊呢相对于比特币啊，它有一个后面可能会发生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这个概率的事件啊，所以呢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啊，更加看空的是以太坊啊，并且呢，以太坊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标的啊，很多我的粉丝啊或者是朋友啊都喜欢做这个以太坊的空头啊，大家伙也可以进行参与一些。那么我们观察到行情当中很多昨天相对强势的一些山寨啊，今天出现了一个伴随大饼和以太的回调动作啊，我们看到狗狗币啊，道指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啊，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啊，在小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两根相对快速的一个下杀动作啊，这个时间级别我们要认清楚啊，它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啊，这是一个高速的下跌。两根阴线出现之后，我们要认清楚这两根呢是要看标志性的阴线，也就是这两根实体非常长的阴线啊。这两根阴线出现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也是观察到了两根，并且4小时级别它已经跌破了这个1690均线啊，所以呢无论是小日线级别还是4小时级别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快速的下跌并且呢和道指相关的 Mask 我昨天在这个 VIP 群中给出了一个点位的提示我认为它站上3.4美金之后会有一个多头的出现但是最终没有站上我们就不参与然后我们观察到目前它的这个均线的压制主要是4小时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随即发生变盘，那么它的一个上涨动能目前已经衰退。所以呢，对于 Mask 来说是这个现货减仓，并且可以布局一定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震荡过程形成三角形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是一个突破的位置，突破之后遇阻回落，如果跌破2.2美金之后它就会重新回到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因此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认为对于多头来说，有信号你可以去做特别是现货市场有信号你可以去做这里面收敛三角形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可以去做，但是这个悟空阳线被杀死了之后，你要跑也要跑。这根悟空阳线呢，就是假悟空出现之后要迅速果断离场，因为悟空被妖怪杀死了杀死了之后，它就是假悟空。那悟空呢在这个《西游记》里面他去了水帘洞孙悟空去发现了这个水帘洞但是他前面也有很多毛猴子也发现了这个水帘洞，但是并没有出来告诉他的同伴，原因是这些猴子不是悟空被妖魔鬼怪斩杀掉了。那只有发现水帘洞并且活着走出来之后，它才能变成真正的悟空。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会有这样的现象一旦我们的悟空阳线，也就是标志性的突出于震荡和下跌的阳线被妖怪杀死之后，要迅速果断离场，保住你最多的本金和你之前有可能获得的一部分利润直到新的悟空出现之后你再进场就是你进场的同时，你不知道这个悟空还是毛猴子但是只有根据形势的变化，你最终能找到能让你获利的悟空和能让你止损的毛猴子这个打个比方就是现货行情和这个做空的合约行情，你都是要这么去考虑就是
无论你是做海龟战法也好，缠论也好，我的 K 线西游战法也好，都是要有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或者阴线。这个标志性的阳线或者阴线呢，是你进场的一个信号啊。但是信号给你了，这个行情真正发动了，你可能获利；没有发动成功呢，这种情况下你要立即止损、出局、观察、减仓啊，保证自己的最大化的本金安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主页右上角的这个位置上也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